大家下午好，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莫西子诗，可能有些朋友可能知道我但是大部分的人还是不知道我，而且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和大家相遇相识。我今天要带来的主题是背后这张照片上的原野。我想简单的说一下原野，这个是我去年的时候就在筹备的一张唱片，也是我要做的第一张唱片。我觉得可能每个音乐人都想做一张自己的唱片，但是比如说唱片的这个方向什么的，可能都一直在考虑。然后我在考虑的同时，我最终还是决定做这张原野这一张，因为我觉得原野它在我心里面代表的不是一个景象，而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由，然后非常富有想象空间，然后非常原始的那么一种状态。就像我刚才打的这段鼓和这段即兴的吟唱，其实也是一段很随意的。因为之前我和我的乐队在排练的时候，我每次在开场的时候，我都会选择一个曲目叫《原野》。然后每次排的东西都不一样，然后我的乐手们他们就说你到底哪个是原野？然后其实我没有过多的去解释，因为我觉得比如说每次的状态不一样，它可能带来的东西也可能就完全不一样。我想每次就是拿个基本的一个东西，一个鼓或者一个箫或者一个笛子什么的，以那个铺垫着，然后在里面即兴的很随意的去跟着这个旋律走。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有非常自由的那么一种状态，所以我非常喜欢，所以我取名了这张唱片叫《原野》，希望大家到时候多多支持。接下来我要介绍的几首歌都是我《原野》这张唱片里面的几首。接下来带来的这首叫知了只叫3天。我不知道你们这边说知了怎么说，还是都知道吧？马上知了的季节就要到了。然后我要带来这首歌，这首歌是有几句话是取自我们彝族的。对，我是彝族。我们那边有一种说法，就是说知了它的鸣叫期只有3天，它一直在土里面，然后破土之后，它在树上那么灿烂的那种时光就只有3天。然后我是想用这首歌表达我和你们还有大家互相之间的这种情感。有的时候这种关系很微妙，有的时候恨不得见到一个人，然后就想立刻和他成为朋友，但是总是也有一种无形中的隔阂在里面，所以很难如愿。但是我觉得又这种人好不容易相遇或者相识，包括昨天和今天遇到的朋友，但是有可能就是擦肩而过或者打个照面就再也不会遇到了。我想用这首歌来表达咱们这种之间很珍惜的这种情感。所以接下来我唱这首《知了只叫3天》，希望咱们都能够互相珍惜身边的所有的一切。
嗯，我觉得这后面有这歌词里面有一句话，我觉得我感触比较深，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都在用一种快乐的感觉再来表达我的悲伤。可能大家很多人对我的认识，可能还是通过好歌曲那首里面那首歌，很多人甚至问我说，你接下来这唱片里面会不会放上这首歌？但我很坚决地说不会，因为我觉得原野这张唱片里面全部都是一些我的母语，还有一些异语，甚至鸟语，甚至纯音乐的东西。我知道，可能大部分的东西大家听不懂，但是我更希望，包括刚才我那个即兴的那鼓一样，我希望能够在这种，即兴的东西里面，然后大家更有一些画面感在里面，然后能够自己随着这个音乐去想象，我觉得那也是一种尝试。然后还是继续唱歌吧。这首歌的名字叫《山魈》，然后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我小时候的一个故事。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去，离家很远的地方，起码有5-6公里，甚至不止吧，的一个在学校里面去读书，然后要从我家去那个学校里面要经过一大片森林，然后每天回家的时候，下课的时候都比较晚了。更要命的是，经过森林和到我家的这一块路程上面有一片墓地，然后就觉得特别的恐怖。然后回家的路上，只要一听到风吹草动什么的，就马上觉得毛骨悚然，然后每次基本上都是特别害怕的到家，然后就给我妈妈说这个事情，然后我妈妈就给我说，哎，孩子，你不要害怕，等你明天去上课的时候，你那边不是有一条河吗？你经过河边的时候，你就去捡一块太阳光照射过的石头放在你的包里面，那样鬼魂它就不会靠近你了。因为太阳落山了，石头上面还有太阳的余光，所以这样会非常好。然后我第二天我真的就带着我的小伙伴们一起经过那个小河的时候，就捡一块石头。从此以后基本上都是这样，然后莫名的就有了一种安全感，所以就有了这首歌，叫《山魈》，是关于鬼魂的那么一个故事。
谢谢，这就是。接下来这个歌叫《丢鸡》，很奇怪的一个名字，然后其实也是，关于故乡的那么一个故事，就是以前我们那边对，好像还真的是很热情、很好客那种感觉，然后每次来客人什么的。即使家里面没有，甚至没有什么要招待的东西，都要去，不知道是好是坏，反正都是要去借别人家的，比如说借只鸡啊或者什么的，然后来要招待客人这种，然后他们对一只鸡的那个态度都是很看重的。我想写这个，我是想表达那时候那种情绪。另外一点是，我觉得，那个时候的态度和我现在的态度其实是有转变的。包括那个时候很看重一只鸡，但现在的话，甚至我身边的很多朋友，我觉得都是对很多事情的，就是感觉不是那么严肃或者那么认真。我觉得这是对我是一个挺大的问题吧，所以我写这个也是想告诫我自己和很多主要是我自己吧，时刻提醒我自己一定还是要去做事情要认真一些，这样我还是唱丢鸡吧。
第一次唱是我写完这首歌之后，第一次唱其实是在武汉，当时是在湖北电视台吧，好像。然后我现在去看的时候，我看到那个视频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就觉得特别粗糙。但是我现在还是有的时候还是特别喜欢那种很粗糙的那种感觉。就像比如说我平时录歌的时候吧，有些东西录出来很华丽，但是始终就觉得缺少了什么东西。然后有的时候有些东西就是粗糙一点，感觉还比较有棱有角的。这张唱片的话，里面的东西配器什么的都非常简单，都是一些原声乐器。比如说刚才的那口弦，还有唢呐，还有一些笙之类的，都是平时很少能够用到的一些东西。然后我希望这些东西能够吹出一些能够代表咱们本土的，然后能够具有一方特色的和声音的那么些东西。还是讲讲我自己吧。好像都是在讲我自己。其实我在2年以前，其实一直都是在公司上班，然后而且这之前跟音乐，我现在算是全职的音乐人，但以前其实跟音乐没有那么大的关系。是我到北京的时候吧，我到北京之后当导游，做了好几年，然后后面我就慢慢的有点觉得做下去好像没有什么意思，因为一个是薪水比较少，一个是好像也没有什么进步。然后有一天我就有点退缩了，我就想要不干脆回家去，因为我的专业是师范嘛，我打算要不就回去去哪个学校去教书吧，这样。然后我当时那几天没有什么客人，我就坐在朋友的店里面，然后当时我又看到外面很多人，很多像我一样的外乡人也是在不断的努力。我就说呀，别人那么多人都在努力，自己好不容易来到这么一个地方，应该还是要再坚持一下。然后我当时和朋友一起就坐在他店里面，拿着琴弹起来，就有了我的第一首歌。在座的可能有些人还是知道这首歌，这首歌是前几年好像还有点名气的那么一首歌，但很可惜还是一首彝语歌，叫阿杰洛的那么一首歌。然后我最后唱这首歌，然后最后唱这首歌的同时，我也讲一下我作为一个很野路子的那么一个创作人，给大家讲一下我的心得，可能对身边有些朋友有一点点的用处。因为我走上创作这条路，音乐创作这条路，其实很偶然。因为之前我以前会弹几个和弦什么的，然后我就交给身边的朋友，然后身边的朋友过几天就拿着一张单子来给我说，那是我学校的师弟，他说，哎，师兄，你来看一下，我写了一首歌，然后拿着一张纸，然后全部写满了，然后还唱给我听。然后当时我觉得心里面暗暗的在取笑他，我说才学会了几个和弦就说什么写歌之类的。然后我后面到今天我就觉得我很佩服他那种敢于去尝试的这种态度。然后后面我写了这首歌之后，我就觉得还不错，我就觉得这种感觉真的是有点意思，我就去慢慢的开始尝试着去写作。然后在写作的在创作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弹个小乐器什么的，然后我就完全可以放开思路的跟着去想象，跟着无处不在的这些音符去走的这种状态，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自由，我就走了，开始有了这个创作，对，
是个很奇妙的东西，我觉得。然后接下来最后一首歌叫《阿杰鲁》。谢谢大家。最后，最后我还是来到这里，然后刚才唱了那么久，可能都是对大家来说可能
有很多都是鸟语一般的东西。然后刚才最后这首的话里面有3个字一直不断的在重复，叫阿杰路，就是在我们英语里面就是不要怕，不要悲伤的意思，所以大家可以记住它，叫阿杰路这3个词。比如说身边的朋友和有什么不如意的地方，我们可以为他打一下气，说阿杰路。谢谢大家。